大家好，这一次我们要来画金背鸠，我们会用比较少湿画法，用比较多重叠法，这样比较不用考虑控水方面的问题，更专心在练习调色。这次分层比较简单，第一层先奠定明暗和固有色，之后再一层一层增加细节，用的颜色基本上就是土黄、手褶、群青、隔红，只是比例上会不太一样。小小的介绍一下重叠法，它是水彩很重要的技法之一。广义简单的来说，只要在纸是干的情况下，再叠一层颜色上去，就算是重叠法。这是水彩历史中早期相对常用的画法，它可以画得很精细、很清楚、写实。一些动物、植物的百科图鉴会用这种画法。比较讲究的重叠法，会很注意颜料本身的透明度，越叠在底层的颜料可以越不透明，越上层一层一层叠上去可以越透明，让下层的颜色可以显现得出来。不过我们这一张画先不管水彩的透明程度，只是单纯用这个重叠法来作画。重叠法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水彩干了之后颜色会变浅，不如湿的时候鲜艳，所以等干之后再重叠，比较容易思考如何调色。这样一层一层慢慢画，可能跟想象中大笔挥毫的水彩很不相同。但是重叠法它相对不用考虑那么多控水的问题，我们可以慢慢熟悉水量还有调色，手与手背一些小肌肉的控制，这样比较容易在画水彩的时候建立信心。我的线稿是在 A4 纸上完成之后转印到水彩纸上，这样水彩纸的表面比较不容易因为涂涂改改而被破坏。一开始我们还是要用湿画法中的湿阶法，手褶调土黄，画上之后接手褶隔红，这样子画上固有色，也同时定下饱和度比较高的重点还有次要的地方。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圆柱体，并且想象光线与我们的方位差不多，转离我们的地方等于转离了阳光。受蓝色天光与环境反光的影响，可以加一些群青。虽然这张图的光影不是很明显，但有这样的颜色暗示，还是可以让它有空间感。画出后面翅膀的体积感，把凹进去的地方压深一点，手褶加群青，把本身固有色中有点偏灰蓝灰紫的棕色画出来。手褶、群青、隔红，调出头部的渐变和体积。先涂一层水，到脖子处渐渐留白，等一下配合纹路再一起画。延续到下面脖子的地方。嘴巴用手褶群青画一个底色，也是一样，等等再细画。现在算是头部的第二层，眼睛周围的凹陷也可以用手褶和群青。背部的固有色和它稍微有一点凹陷的感觉，用渐层慢慢画上去。画眼睛，隔黄隔红，加一点群青，降低饱和度，也让颜色深一点。画脚，先铺一层手褶，手褶隔红，混在刚刚的颜料上，用来降低明度和饱和度。加群青，让它有一点偏蓝。暗部用手褶和少一点的群青，让它降低明度，但同时保持一些手褶的红色，毕竟它还是皮肤，所以会透出肤色与血色。背部凹陷的地方用群青、手褶一点隔红，把形的起伏找出来。
画脖子偏红的颜色，先用隔红、手褶定下基底，加一点点群青，调成适合的颜色。翅膀稍微凹下去的地方也画一下，先涂一层水。画2只翅膀中间的背部，先混好颜料，用群青、隔红、手褶涂水。不小心涂太多水，所以用卫生纸吸走一点。把颜料再调浓一点。一层一层画。清水衔接下面，再继续画。如果大范围的涂水会紧张，染色染不好，可以这样子小区域的慢慢画。顺便把后面的翅膀也画一下。这里不用画得太清楚，一方面以材质来说，这里的毛比较偏向绒毛一点的质感，比较软，不像翅膀那么硬。二来，这不是我们要强调的重点，所以我们可以虚化模糊它。遇到阴影可以多加一点群青。画羽毛的厚度。补嘴巴的暗部，调多一点群青，颜料稍微浓厚一点没有关系。洗笔加隔红，笔不用洗得太干净没有关系，因为隔红不用太鲜艳，淡淡的渐层过去即可。群青手褶浓一点，画脖子上的花纹。这时候我换了尼龙毛的水彩笔，我个人觉得画细节会比较有支撑力，比较方便。我之前有做笔毛讲解的影片，连结可以看右上的资讯卡和下面的说明栏。接下来画眼睛，可以多加手褶和一点点隔红。用比较淡的群青和手褶画脖子的体积感。画头部后面的颜色，再染到一点刚刚的群青和手褶也没有关系。还有加旁边的土黄。手褶、群青，再把背与脖子的暗部加强。群青手褶画胸前的暗部轮廓。
画后面的翅膀，用群青、手褶、隔红先染一层颜色，这样原本画在上面的颜料颜色也会加深，降低饱和度，维持明暗关系。群青、手褶画前面的翅膀，也是先把明暗关系画出来，让它有体积感。群青手褶继续画翅膀的体积，靠下的翅膀本身的颜色会比较灰一点，而且因为身体弧度的关系，它其实都是朝向不同的方向。如此一来，多多少少会因为旁边的物体反弹天的蓝光、环境光，所以有不同的颜色。一样调群青手褶浓一点，也就是水少一点。把下面的羽毛，这部分都是以手褶为主，慢慢加群青，随着群青的增加，也慢慢增加暗度。我们用回群青为主，加手褶调和成深灰色。依然用群青手褶调出深灰色，画羽毛渐层的颜色。
颜色一样，但水加多一点，然后慢慢多加一点手褶来渐层。画上深灰色，剩下的羽毛都先淡淡的上一层群青和手褶。剩下的羽毛都先淡淡的上一层群青和手褶。不用等干，我们直接画后面的翅膀，一样画一层淡淡的群青和手褶，比较暗的地方可以趁潮湿补浓一点的颜料，让它晕染渐层，不用一层一层精细的上色。涂一层水，用水多的群青和一点点手褶，把该按下去的地方再铺一层。可以等干之后再上一层群青和手褶，让颜色更暗。也可以趁潮湿的时候，用比纸上湿度更少一点的水，也就是浓厚一点的颜料，更加深颜色。尾巴可以多加一点细节，压深一点，翅膀的投影可以画出来。如果这部影片有帮助到大家，让你有多一点不同的看法，请大家按赞、订阅、分享给有兴趣的朋友们，让美术教育可以更普及，了解水彩不同的画法，让水彩可以更平易近人。重新整理调色盘，用手褶隔红，画翅膀鲜艳的地方。
再上一层群青、手褶，中间部分的轮廓我们可以画得更清楚，有点像模拟眼睛的对焦，把想给大家看清楚的地方画清楚。用一点薰衣草色来点缀，这个颜色类似于群青加白。我有买好冰和奥玛，我个人看起来好冰更明亮纯净一点，奥玛会有一点偏灰。不过在这一张画上不需要那么明亮的颜色，所以我使用奥玛。我们只需要点缀一点受天光影响的羽毛，让它的黑不要那么死气沉沉。涂一层水，用隔红、手褶、群青画脖子的羽毛。这里开始差不多都是补一些我觉得需要按下去的地方。群青、手褶混到刚刚一点隔红也没有关系，继续画在需要加深的地方。这里都换成尼龙毛的笔，用浓一点的颜料刻画脚的细节，把深侧的羽毛再画暗模糊一点。手褶群青把尾巴压暗，让它再更有起伏。我没有再补水，而是用另外一支干净的笔把边缘晕开。这是一个比较简单、比较容易成功的晕染方法。开始画树枝，我们先洗笔，手褶群青加一点隔红。
它会比金贝鸠的颜色更黄一点点，这样也可以区分开两个物体。我们不上水，直接画，没有铺水很容易留痕迹，但是没有关系，让树枝有一点材质感，加多一点群青画没有受光的面。大概画一下树枝的体积感，不用画得太精细，模糊一点，区分主次。那我们棕色的运用练习大概就到这里，希望大家看得开心，也可以了解一些不同的看法和知识。下次的影片会放这个调色表的过程，固定的颜色是耐久玫瑰红，分别会有天蓝、群青、隔黄、柠檬黄的搭配。有一些颜色是天蓝比较好调，有一些颜色是隔黄比较好调，大家可以作为参考。那我们下一次见。